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几乎不在新闻里出现的人物，但他的身影却深藏在豪宅、稀土和千亿资本帝国里。他就是齐乔乔，中共最高权力者习近平的长姐。外界说，在习家，他才是真正的大家长，连习近平也要听他的话。更惊人的是，她和丈夫邓家贵打造的商业版图，涉及房地产、矿产、股权投资，资产规模可能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那么问题来了，他是如何从全武警最年轻副师级干部走到隐形千亿资本玩家的？他的故事怎么跟中国的权力与财富结构纠缠在一起？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齐乔乔1949年出生，是习仲勋和齐心的长女。可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她姓齐不姓习？说到齐乔乔的姓氏，背后藏着一段非常政治味浓的小故事。原来她小学时其实一直姓习，就读干部子弟学校，但因为父亲习仲勋当时是中共副总理，习这个姓太特殊，一眼就能认出是哪家人。为了低调，习仲勋亲自让他改随母姓，甚至连家庭成分都从干部改成职员。从那以后，齐乔乔这个名字就一直跟着他，直到今天。齐乔乔3岁那年，他跟着父母搬到北京，进入北海幼儿园。在他的记忆中，童年的快乐很简单，就是能跟爸妈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玩游戏。但这样的日子没能维持太久。1962年秋天，父亲习仲勋被打倒，那一年他才13岁，他的人生就这样提前进入了风暴中心。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情况变得更加残酷。父亲习仲勋被秘密关押，生死不明；母亲则被贴上与丈夫划不清界限的罪名，被当众批斗、游街，甚至被打。当母亲挨了打回家，弟弟妹妹哭作一团。齐乔乔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妈妈，你胡说了没有？你不能做叛徒。1969年初春，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开始了。齐乔乔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一站是乌拉特前旗，后来又被调到了通辽地区，一待就是6年半。6年半是什么概念？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每天都是风沙、劳动、疾病，还有无止境的孤独。齐乔乔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自己得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肺结核也复发，还患上了风湿热。可以说，整个人是在病痛和劳动中撑过来的。有一次他患上痢疾，发着高烧，根本站不起来。但那天他的任务是把全排的几口大水缸挑满。他拖着快要虚脱的身体，一桶一桶挑水，头晕眼花，差点就掉进水缸里。他后来说了这么一句总结性的话：那个时候人已经是苦到不怕死的地步。在习家人的嘴里，齐乔乔有2件事被认为是他对家族的2大功劳。第一件事要从1976年说起，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政局巨变，一批被打压的老干部陆续被平反。但奇怪的是，习仲勋的案子迟迟没有人理。齐心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从北京跑到洛阳看丈夫，而齐乔乔几乎每次都陪着母亲一同奔波。传闻中，有一次齐乔乔独自前往找当时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他到了王震家门口，但警卫拦住了他，不让进。他没有走，就在王震家附近等，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等到王震的汽车出现，他猛地冲出去拦住车子，把习仲勋写给中央的亲笔信交给了王震。没过多久，习仲勋的案子出现了转机，这一招也被视为齐乔乔为父亲争取平反的关键一击。对于习家来说，这是第1大功劳。第2件功劳是很多年后的事了。1989年，因为表态支持胡耀邦，提出邓小平退休，习仲勋又一次被边缘化。1990年，77岁的他被边缘化到广东养老。那时的齐乔乔已经是中共全武警系统里最年轻的副师级干部，仕途正盛，但是他主动申请退伍，原因也很简单，他要陪父母去广东，一陪就是12年，直到2002年习仲勋去世，终年89岁。
习家人认为这是他为习家做出的第2大功劳。母亲齐心非常心疼，担心女儿一家未来生活没保障，还亲自写信给中央，希望恢复齐乔乔的公职。但齐乔乔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决定下海经商。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更滋润。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就好了。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之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妆也不花，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不过说实话，他对商业完全不熟，之前一直在体制内，又常年在家照顾父母。他不像弟弟习远平那样精通投资和产业，他的商业起点完全靠的是第2任丈夫邓家贵。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在内蒙古插队的那些年，齐乔乔与一位北京知青张楚结识，并在当地结婚。1979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张燕南。随着习仲勋在1978年被平反，出任广东省第1把手，齐乔乔也以贴身秘书的身份跟着南下。从此，齐乔乔和张楚2人聚少离多。1990年，习仲勋平反调回北京，齐乔乔也回到了中央系统，被安排穿上了军装。在他成为全武警最年轻副师级干部的同时，与张楚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就在广东陪父亲的那段日子里，齐乔乔认识了邓家贵，一个靠做烟草和卷烟设备发家的富商。据说在1991年，他就花了300万港币买下一套香港宝马山花园的房子，作为定情信物送给齐乔乔。1996年，他们正式结婚，邓家贵也成了张燕南的继父，更是齐乔乔事业转型时最重要的商业后盾。从部队退伍告别体制的那一刻开始，齐乔乔就再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背后是红色的家族血脉，而他面前是资本市场的千亿蓝海。有人说，齐乔乔与邓家贵这一对是中国最典型的政商联姻模板，一个来自红色高干家庭，熟人圈层通天，一个在烟草与设备行业里打捞起第1桶金，并在1990年代在北京、深圳、香港创办多家公司，已是成熟商人。齐乔乔下海之后，夫妻俩进行了明确分工，其负责人脉、政策、政府沟通，邓负责财务操作、扩张布局。他们联手下重注的3个领域分别是房地产、矿产和股权投资。根据香港媒体报道，1990年代，齐乔乔就已经以港商身份开始进军京城和深圳的黄金地段房地产。他创办了北京中民信贷地产公司，担任董事长，丈夫邓家贵为总经理。2人打造了代表作楼盘官园，地段核心，设计豪华。根据北京市土地资源局资料，他们2004年以9560万元买下超过1万平方米土地，而2012年，官园一套189平的房子，挂牌价高达1500万，单价逼近每平米8万。香港一周刊曾揭露2宗豪宅交易，
背后都可追溯到齐乔乔或其直系亲属，他的女儿张燕楠名下的交易合作人就是邓家贵。海外媒体报道，以邓家贵或齐乔乔名义注册的房地产公司，仅现在查到的就有10家。他们夫妻俩与深圳地铁合作创办的远维地产公司，则大量收购地铁上盖土地，之后将地块转卖给其他地产商，最终这些资源被注入万科上市体系，转化为股票收益。在资源领域，齐乔乔与邓家贵更进一步，他们透过上海望潮公司入股江西稀有金属控股公司18%的股权。这家公司是中共苏维埃时期创立的中华钨矿公司，可以被视为中共第一国企，至今拥有大量稀土与钨矿资源。更有趣的是，时任中共国务委员王勇曾专程考察这家企业，而后来出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的吴小军也因负责该企业而与齐乔乔建立联系，最终获得他的政治背书。现在随着中共当局严控稀土生产和出口，这些资源的价值正在飞升，而齐乔乔早已布局其中，稀土资源价值不可限量。在投资圈，齐乔乔的主要平台是远维投资，这家公司后来与建设银行合作，组建了建银远维，正式进入央行系股权市场。当时负责合作的是建行股权部门老总李云泽，因齐乔乔的推荐，后来他成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是中国第一位70后正部级官员。齐乔乔还透过诸多间接名义投资了包括善之农、信联电子等公司，覆盖科技与农业领域。不过一切的扩张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那年习近平正式上台，严厉要求家人退出所有商业活动，以防被政敌抓把柄。齐乔乔把建银远维的股权以1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著名金融大鳄肖建华的明天系。这桩交易是在彭博通讯社报道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文章之后完成的，但外界一直怀疑这笔交易背后是否还有额外的补偿与对价。根据对肖建华行事风格的了解，他肯定不会让习家吃亏。您以为故事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其实齐乔乔真正庞大的家族资产才刚刚浮出水面。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她的女儿、她的丈夫，还有那些神秘到无法查清的公司股权。齐乔乔的女儿张燕楠对投资一点也不陌生，她曾以个人名义投资了母亲 EMBA 同学刘锦成的和康益盛变频科技，金额300多万元。结果3年之内，这笔投资增值超过40倍，价格飙升到1.2亿元。更令人关注的是，这家公司也出现在万达商业的股东名单中。而除了股权投资，张燕楠在香港房地产市场也是活跃玩家，已知他名下就持有至少7栋豪宅，总价值超过3.5亿港币。2018年10月10号，苹果日报头版报道，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拥有总价值6.4亿港元的物业，其中就包括齐乔乔与张燕楠在浅水湾的独立屋。真正重磅的其实是邓家贵的隐形身份。根据多方报道，邓家贵其实是卓越地产的隐形股东，持股比例高达50%。卓越集团是中国房地产行业排名前25的公司，被称为深圳写字楼之王。他们开发了包括福田卓越世纪中心、卓越时代广场、卓越大厦在内的核心项目。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拿地的方式并不是传统的招拍挂，而是协议出让。这种方式是权力寻租的最爱。卓越董事长李华出身深圳团市委，后来下海创业，2024年身价仍在650亿元以上。而若邓家贵确实持有其一半股份，但这部分的隐性资产就超过600亿。若再加上房地产、股权投资、稀土资源等估算，外界普遍认为齐乔乔家族的总资产很可能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因为齐乔乔在习家中大家长的地位，许多中国顶级富豪都试图靠近这棵大树。
包括赖小民、孙政才、王健林、许家印、肖建华这些名字，都曾与他和邓家贵产生过千丝万缕的资本关系。有的让他们低价入股公司，有的贱卖房产给他们，有的甚至高价收购他们名下的资产。但讽刺的是，当这些企业家一个个落难的时候，他们曾经试图攀附的大树却不见了踪影。商业表面看起来合法合规，但在齐乔乔与邓家贵的背后，国际媒体和学界却看到了另一种现象，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缩影。表面上看，齐乔乔与邓家贵从事的是市场化行为，房地产投资、股权布局、地铁上盖开发与稀土资源入股，看起来无可指摘。但据彭博社和国际记者调查联盟调查，他们所掌握的资产当中，有大量来自离岸公司与权力红利，不仅资金来源不透明，还涉及土地与政策分配的非公开利益渠道。国际学界也提出类似观点，纽约城市大学学者孙燕曾指出，齐乔乔的商业成功正是典型的太子党模式产物，政治特权帮他取得土地与融资优势，并避开了市场正常竞争。令人玩味的是，自2012年习近平发起大规模反腐运动以来，江派大佬如周永康、孙志刚等人接连落马，民营巨头如肖建华、许家印、赖小民、王健林纷纷被清算。但在这场风暴中，齐乔乔与邓家贵却毫发无伤。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他们在2012至2014年间紧急出售名下10家公司股份，涵盖房地产与矿业等领域，似乎是在提前清仓，切断利益关系，以规避风险与调查。同时，相关资产多数转移至离岸公司与信托基金名下，追查难度极高。海外媒体大纪元更进一步指出，齐乔乔多年来一直保持极度低调，从不接受采访，不公开露面，这可能是家族整体战略的一部分，避免过度曝光，以免成为反腐目标。但这种低调是否真的是选择，还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无法被触碰？有观点指出，齐乔乔之所以从未被调查，是因为她是习近平的姐姐。这是否代表习近平反腐存在双重标准？当反腐不再一视同仁，清廉还剩下多少公信力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